小白，写得快点！今天的功课我要在50之前射给师尊批阅的，要是给我写错一题，直接把鸡屁股送给隔壁大黄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火！这破法术使灵使不灵。下来吧。好香啊！这气杀老夫，气杀老夫啊！师傅，师尊，师尊诈尸了！老夫费神6年，大徒弟就北运缠身，就连我这辛辛苦苦建造的金刀，也剥落成了乞丐窝。还有你这个盗墓徒弟中的小崽子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妈都快死了，你还在跟一条狗在那边用你的玉手颠覆在马卡马卡，气死我！我怎么这干？等等，师傅，您刚刚说我快死了。你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我也是为保你小命，在你体内埋了一颗转运珠，替你改命转运，只许你断情绝爱，否则一切技术好运都将走对方身体。可是6年前，你偏偏做了那样的事，丢不丢人？丢不丢人？丢不丢人？把运珠不但转到了那个男人的体内，你还因此怀上了一对龙凤胎，而且你的孩子早早的夭亡了，这都是你命格被影响的缘故。为师的全力护住你9年，但我护不了你一辈子呀！师傅，我求你了，您救救我吧，我不想死。我也不要把自己救了吧。我起来。我感受到这转运珠就在这方圆100里之内，你只要在7日内找到那个男人，并且把转运珠拿回，你就有一线生机。真的吗，师傅？哎呀！不要着急，我要为这个子散啊！好。我的宝贝不子散呐！你个倒霉徒弟，我都快死了，你别打我了吧！记住，要想活命，6年前。你怎么被人取的转命珠，你就给取回来，听见了吗？去吧！小葡萄，别伤心啊，妈咪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转运珠的。妈咪，烤鸡还没吃呢。你现在也当务之急，难道不是想办法帮我改命吗？你老实点。妈咪，绑架！王前护耳侄子竟然敢绑架孩子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无情爆发！烦死了！自从转运珠丢了以后，我这破法术就从来没有灵验过。我要下车！老实点儿！哪儿来的小屁孩？赶紧滚下车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好抽呀！叔叔，你去哪里补补了没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有什么？
就是我不能吃吗？啊！救命啊！别救我呀！警察同志，我报警！我报警！车里有妖怪！有妖怪！我成精了！抢我方向盘！抢我巴掌！哪来的狗？你饿了吧？快走！警察同志，别让我掐着呀！妈咪，你有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大宝要是还活着，也该这么大了吧？小葡萄的妈咪好漂亮啊！如果是我的妈咪就好了。漂亮姐姐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这是我的小心意，你们一定要收下哟。谢谢宝贝。你的礼物应该不贵吧？不贵，就这个数，100，还好。不是100，1个亿。什么？1个亿？居然想送我妈咪出殡啊！啊！我妈咪没玉命格，腾运珠也丢了。根据物极必反命理，她一旦收下你的1个亿，就会丧命的。来不及解释了，妈咪快丢掉！完了 ，BBQ 了。当夜突然날 감으면是转运珠？难道它就是6年前中奖5000万？自从有了转运珠，我简直运气爆棚，什么别墅、豪车、小鲜肉，姐姐来了！不会再受伤了。这位小姐，刚才谢谢你救了我儿子。还在这儿呢，去哪儿了？漂亮姐姐，别让少爷在这里，难道是看上我爸比啦？忘了。爸比，漂亮姐姐救我的命，就成了他的。臭小子，闭嘴！等等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6年前劫财又劫色的男人就是你吧？你把我东西还给我！你说什么？6年前的那个女人是你？李青，你个贱人，你把都有我何处？对，是我的漂亮姐姐，是你？没认识。我不认识你了。你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！当年我设计给厉景渊下药，如果不是这个贱人横插一脚，厉景渊睡的女人就是我。我忍着恶心偷走这贱人的孩子养大，就差一步就能嫁给厉景渊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再坏我好事。小西瓜，快到妈咪这儿来！你可是厉家继承人，不要每天跟这种臭气熏天的乞丐待在一起。他们不是乞丐，他们是我们的证人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谁知道今天的绑架案是不是他们指使的？说起绑架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当年我不小心流落到孤儿院，我家人来接我的时候，你为了贪图富贵，让那土匪店把我接走。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？要不是我师傅，我早就饿死了。顶替江瑶瑶，你不是江家的大小姐？景渊，我当然是江家大小姐了。你快闭嘴！你这肮脏下贱的臭丫头，还敢在这污蔑我！信不信我打烂你的脸？差不多也该是个儿子，你爹可不会像你一样把人分成3、6、9。景渊，你怎么可以凶我呢？你别忘了，整个金海只有我的八字可以解开你的命劫。爸比，
原来你也要死了吗？那你死之前要不要多一个像我一样可爱的女儿啊？我说你这死丫头，谁让你在这乱人爹的？大婶儿，你好啰嗦啊！下雨了。不是，是你死到临头了。是不是，喂，我放这。喂，抱歉啊，李先生，想不到开玩笑的。那你呢？你刚才说6年前你对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都要结婚了，没必要横插一脚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认错人了。我就要这个爸比。爸比，那我也不要吃亏，我要太饿的妈咪。小西瓜，刚刚那个酱油阿姨才是你妈咪，像这种来路不明的欺负女人，以后还是离远一点。你说谁是欺负女子？你把话说。江小姐，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当街脱我衣服，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爸比，我不要那个坏女人脱妈咪，她趁你不在的时候，她打我。那个女人竟然敢打你！小西瓜，吹一吹，痛痛就飞走了。好了，小西瓜还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女人。这个胎记，我的大宝又一个这样的胎记，难道当年护士骗了我？他根本没死。妈咪，你问的是这个小星星吗？这是我们家族的印记，我爸比身上也有一个。原来只要是厉景渊的孩子都有这个胎记。小西瓜长得这么可爱，大宝要是还活着，应该也像他一样吧。爸比，你看我也有。小不溜说话困了，我先带他去休息。爸比，我和妈咪现在无家可归，你考虑一下，买一赠一，当你女儿，我妈咪在这儿，正好你快死了，妈咪也快死了，你俩一起扛板板，还能省一副棺材钱。妈咪，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，我只是想和爸比套近乎。有机会拿到左印珠。爸比，带小葡萄和妈咪回家吧，这样等你死了，还可以和小葡萄享一辈蜜。你们啊，还真是大小子。走吧，宝贝们。哎，走。哎，走吧，我总不能让我儿子的救命恩人流了剑吧。走。如果我大宝还活着的话，我们一家4口……不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厉景渊是有家庭的人，再说我不能让小葡萄知道他就是他的孩子。毕竟我下山的唯一目标是拿回转运珠。小葡萄，已经被我迷晕了。OK，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。一个大男人白天竟然还锁门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小西瓜，你别误会，我们臭爸比，这样给我的亲亲妈咪关在门口，太不男人了。小葡萄，你确定他已经料到了？药瓶这么多，一不小心拿错药，很正常吧？喂，我来江小姐。我的转运珠呢？记住，要是个活
6年前是from了被人娶了转运夫，要咱们去。 그래도 소용없지만 이제서야 알았어 아마 난널 처음부터 既然你发现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可瞒着的。厉先生，你忍一下啊，很快的。发现女孩子没那么温柔，我以为你跟外面那些女人不一样，还是我敢走呀？下去！你别这么凶嘛，你再忍忍，很快的。你怎么还有力气啊？我给问机会，是你不发挥，现在你别想跑。厉先生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我们今年第一次见面，在大街上就扒我衣服，现在是又被我想要，我误会什么？我只是想找回我自己的东西。是你逼我的。放开我！这个台阶，也就是6年前。是你爹。当初的时候，我怎么不听解释？哇！要是这样一下，秀兰哪会转运猪了？算了，自己斗嘴，丰衣足食。不好了，小商也不见了。小西瓜，启源这次带过来的小三太嚣张了，为了上位，几次3万的绑架我儿子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偏偏就是他，抓起来！啊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还有脸问？你也是母亲，你明明知道孩子就是我的底线，你为什么还要动我的孩子？我没有，放开我！敢抢我男人，我就让你彻底失去那个小贱种。厉爷爷最重子嗣，江离，你死定了！老爷子，就是他，我亲耳听到这个骚狐狸和那个小贱种密谋，说要杀害小少爷，然后彻底坐稳厉家少夫人的位置。扶贫无序，你血口喷人！放开我！小福呢？小福呢？爷爷，你看，这就是他说的证据。你为了勾引景渊，给他下药，爬上他的床。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，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？我不管有什么办法，尽快撬开他的嘴，问出我曾孙的下落。你不是喜欢下药吗？我就让你吃个够！不要！你管着我，给我死的！说，你儿子到底在哪儿？我没有，快说！不说是吧？啊！你不说，那我就用砍手打烂你的脸！不要！妈咪！住手！别说，快找小西瓜！你要问我什么，我都会告诉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小西瓜不见了！偏偏你看，都这个时候，这个贱人他还在装可怜勾引景渊哥哥。张瑶瑶，小西瓜不见了，你不赶紧派人去找小西瓜，现在把时间浪费在这么一个无辜的人身上，我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小西瓜的母亲？够了！现在最要紧的是快点找到我曾孙。那小畜生这会儿说不定早死。爸比、妈咪，你们别急，我可以找到小西瓜。真的，真的。当然，
帮找到的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对，集合。没有负担的工作，有认真的工作，出来吧，汪汪乐队！怎么回事？这些歌为什么会听他的？小白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没钥匙根本开不了门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小的身份是小心知道了。行，先下手。好啊，你个小贱人！你和你妈里应外合，把小西瓜绑到这里，看我绑这去！住手！如果我们真想害小西瓜，怎么会带你们来找到他？都是你，今天一晚上都在阻碍我们找到小西瓜。还敢狡辩！真是！完了，这是万年玄铁锁，没有钥匙的话根本打不开。再找钥匙。钥匙就在他身上。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有钥匙？小心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等一下，这只会有蛇，不能保证。西瓜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不行行，小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好了，小西瓜，我们回家。他对小西瓜这么温柔，如果真的是小西瓜的妈妈就好了。回家。张瑶瑶，给我站住！景云，真的不是我，一定是这个小贱人，他把小西瓜绑到这儿，还放了毒蛇进去咬他。他甚至把钥匙放在我身上诬陷我。啊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有毒蛇在咬小西瓜了？你明明都没有进去过。小福倒说的对，你都没进去过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蛇？无非毒蛇是你放的。江瑶，你可真是歹毒！小西瓜可是你儿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真的不是我，是这个小贱人，他故意胡说八道陷害我。小葡萄有驯兽天赋，万物都听他的指挥。不信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们好好上一课，让你们两个撒谎精亲自体验什么叫做自食恶果。带走！乾坤剑法，到！都给我出来！好好照在这两个跪跪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！中蛇毒，现在急需要阿尔逊阴血，可是现在血库告急，我是爱神净血，可以献我的。快走！醒不了。简直是胡闹！直系亲属不能输血，你身为孩子的妈妈，难道连这么基础的医学常识都不懂吗？什么？我是小西瓜的妈咪。什么？我是小西瓜的妈咪。怪不得他肩上会有花朵台阶，江离才是小西瓜的妈咪。厉景元，这个孩子是景元，都怪我，我怕小西瓜出事儿，所以急着过来看他。我差点忘了，我是他妈咪，不能给他输血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厉先生，刚刚这位女士也来输血了，也许是我搞错了，不小心把两位女士的血包给弄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幸好这贱人的父母知道他血型特殊，在医院给他备好了私人血袋。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江离真要和这贱种相认。张护士，你快来看看，3条病房要找到你。
一家医院这么低级的错误都会犯，还想不想干了？说什么呢？他们不想干了，谁救我曾孙呢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抢救小少爷。看来江瑶瑶才是小西瓜的男人。对呀，当时孤儿院只有我一个人是 IH 性血，根本就不是，怎么可能给小西瓜献血呢？因为孤儿院体检的时候我正好发烧了，所以没去医院。这验血报告上自然也就没有我的血型。这不可能呀！那天你明明就……景渊，我的头好晕啊！你怎么了？小药，小药。江小姐应该是献血后受到惊吓才导致的头晕，休息一夜就会有所好转的。知道了。爷爷，你也先回去吧，这里还有我呢。好吧，照顾好我的曾孙啊。回去吧。景渊，小西瓜怎么还没醒？我好担心他呀！江瑶瑶，我调查过了，这家医院之前从来没有过标签贴错的低级错误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小西瓜是不是你儿子？当然是啊。小葡萄，你看到了吧？厉景渊和江瑶瑶才是一家人，你要赖在他们家不走，会遭天谴的吧？爸比压根就不喜欢那个坏女人。再说了，妈咪，你命都快没了，管天谴？什么天谴啊？没什么，爸比，我去看小西瓜。我也去看了小西瓜。江离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的肩膀上应该有一个花朵胎记，跟6年前的那个女生一模一样。什么花朵胎记？你看错了吧？有没有看错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想和他有过多的纠缠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看到胎记。我得放心，这次课一定不能失灵啊！胎记消失。这是完了，胎记没消失。一只猪啊？小猪佩奇？哈哈，猪猪这么可爱，在肩膀上纹个小猪佩奇，怎么了？很奇怪吗？看来她根本不是那个女人。幸好，虽然灵力不稳，但至少不破过关。喂，杀人了！小西瓜了，不是我。景渊，你快救救小西瓜吧！这个小贱人，她趁我不备，竟然把毒药注射进了水液器里。爸比，不是我，这个坏人想杀死小西瓜。这个安监管是我从大树里抢下来的，证据都在你手上，你还敢这么狡辩？小葡萄，妈咪，不是我。妈咪相信你，不可能伤害小西瓜的。快下来！你们母女俩装什么母女情深啊？想害死我儿子的不就是你吗？你只是你5岁的女儿进来犯罪，你想杀死我儿子，这样你就可以鸠占鹊巢，霸占厉家的一切了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西瓜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快点，一点来！小医生，小西瓜怎么样了？小少爷毒素入体，现在怕是只有萧二山的医仙能够救他。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让他过来。可是小医仙从不抛头露面，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容，根本无从找起呀。对了，现在名声四起的孙神医，人称华佗转世，相传就是小医仙的关门大弟子。逍遥山，那不是我们仙药宗所在的地方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山上还有个小医仙啊？厉景渊，江湖传言不可信，那个孙神医多半就是个骗子。小西瓜，我能救。你能救？我告诉你，出了事你可是要负责任的。
找不到，妈咪给你的百度伞呢？江离，你是聋子吗？你没有听见医生说我儿子的病只有小医仙能救？而且谁知道你现在是要害他，还是要救他呀？江瑶瑶，你别耽误秀然，万一我儿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我就给他陪葬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小西瓜，妈咪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最神一人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药，难道是药有问题？这祸害不死，那贱人和厉景渊迟早会发现小西瓜就是他们的儿子。反正厉景渊不娶我就会死，这小杂种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，你就去死吧！你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来的正好，刚好缺一个替死鬼。不过这贱婆的包里都是药，我给他下毒了。干什么？耗了我的绝命粉，除非逍遥山上的小医仙降世，否则就等着七窍流血而死吧。妈咪，以后的所有药我都要好好保管，不可能出问题的。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江离，我儿子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，我要你偿命！哎呀！三长，笑死到我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法术失灵了，好难受。孙神医到！孙神医，快救救我儿子！小少爷身中蛇毒，本就虚弱，可最终致他七窍流血，却是夺命符人。除了我师父的百毒散，再无解药可救他的命。百毒散，你真的是小医仙？我不是啊，景渊，这个贱人如果是小医仙，孙神医怎么可能不认识他？我从未见过我师父，但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够了，救人要紧，孙神医，快看看我儿子。这药草世间难寻，原本我是想打算制作百毒散，可惜却是凋零了。我现在只能用天命13针压制孩子体内剧毒，等我找到师傅，拿到解药，这孩子就有救了。你这针若是下去，他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你个小黄毛丫头，竟敢质疑本神医！天命13针乃是我独创的针法，不可以用在孩子身上。荒谬！天命13针乃是我师傅一身绝学，你们要是这样再骗人，满口雌黄，信不信老夫不治了？孙神医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啊！来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带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不可以！小西瓜，还有最后一针了。放心吧，我的天命13针从未失手。小西瓜，小西瓜，怎么会这样？小西瓜，小西瓜，神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西瓜，江离，小西瓜会死，都是你害的，我要杀了你！
小西瓜，我很想小事情。30秒，只要注入小西瓜大脑血药间回到我体内，我就能恢复灵力，救回小西瓜。还是最后15秒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。江离，你疯了！软人珠怎么吸不出来？但是我的灵力竟然恢复了一点，救人要紧。让我灵力，时光重现。能光回水，毒伞，你小心！谁呀你？别打了！妈咪，小西瓜，妈咪，小葡萄多亏了你们，要不然我都要被他害死了。我刚才亲眼看见他在我的点滴里注射药物，让我妹妹的药品里下毒，但是我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。小瑶瑶，我不是你怎么不是我儿子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是他，是江离，一定是他哄骗了小西瓜，让他吃了假药。他们演这样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让你讨厌我。江瑶瑶，你以为我们在拿假药玩闹是吧？好啊，那你就自己去尝尝。你以为我是个什么？你自己的药，难道不清楚吗？这是快把解药给我！解药，快把解药给我！放开！假药难道也需要解药吗？怎么的？小瑶，轻点，是我下的毒，小瑶，让我把解药给我。你都看到了？江瑶瑶，你好歹毒的女人啊！把她放进警察局，这辈子不许出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林景月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难道忘了吗？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6天，如果没了我，你会死的！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的婚礼，你只有娶了我，才可以解开你的命结。娶你这种歹毒心肠的女人，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不过就是区命结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顾景渊的命我照的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告诉你，整个青海只有我江瑶瑶的八字才可以解开她的命结。他开玩笑的是你吧？我师傅可是星耀宗第108代传人，除了他自己的命以外，他想改谁的命就改谁的命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就让我师傅要你去投胎去。不要！景渊，带走！师傅，你是我眼拙，没瞧出你来。你谁啊？是我呀，小孙呢？哎，您忘记了？我可是在你门前足足跪了3个月，您才给了一本传世遗书给我呀。有您的点拨，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啊！哦，你就是每天蹲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乞丐啊！哎，那你就是我的小师姐呀！少在人关系，就你这点医术，你还可以当乞丐呢。变成乞丐了！不要，师傅，不要！闭嘴！谁是你师傅呀？江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是我误会你了。
那个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，那你真的可以帮我改变吗？果然，靠近他，我的灵力就能短暂性的回来，而且这股灵力比刚刚我亲他的时候更浓郁。难道是因为我修了小西瓜？那我要是帮他度过命劫，他一感动，转眼中是不是就能回来了？你放心，只要我出手，你至少活到200岁。你平时都是这么出手的？那个，你晚上洗好澡等我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晚上沐浴蹲以后替你点命啊。我走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活！怎么我一次性的灵力这么快就用光了？你给我治病就穿成这样？啊，我师尊踹我下山的时候，我兜着1毛钱都没有。我刚沐浴焚香，实在找不到衣服。但是我报专业的，我刚刚掐指一算，已经算出来，其实你的命格是被被人偷走了命格。只要能找到乾坤镜，再找到凤凰血，我就能替你的逆天改命。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我？只要我找到这2件东西，我就能活下来？没错，但是要想让我帮你的话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好。如果我能成功帮你续命的话，你能不能把它送给我？好啊，小林，你故弄玄虚了一整晚，就是为了让我爱上你。啊！我没有想要你的心，我是想要你的身体。身体里的某样东西，就是你也想要对我上？没有。我们洗好澡向来断水爱，不碰男人，只搞事业。断情绝爱，那小葡萄怎么来的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在说服。没有啊，我绝对是专业的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编给你看。现在天气凉了，我看你身体挺虚的，我给你灌个伤吧。小离，啊，对不起，我随便就帮你把衣服给变了。天地无极，岁岁归位。江离，对不起。你是往哪看的？你进来干什么？要是让小葡萄知道我不小心把你裤子给脱了，他会笑死我的。咦，爸比，你们在干嘛？我要跟你妈咪睡觉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爸比好霸道，我超爱的。走。是灵力。喂，小林，你要干什么？小林，你，
夏琳，你要干什么？神了！你自从有了转运处之后，还真是气焰爆棚。凤凰血就在明天的拍卖会上。陆景月，你身体怎么这么烫呀？别乱动！啊！流氓！咦，你是士兵把你打的吗？我妈咪这么温柔，怎么可能打靶子呢？书上说嘛，因为他渗血。李总，老爷子安排您今天一定要去试穿晚礼服，而且您跟江瑶瑶小姐的婚礼就定在这周6。回去。可是老爷子那边是吃好了吗？稍睡一下，带你去拍卖会。所以你这是答应我了？但如果我要是能帮你逆天改命的话，你能不能把他送给我？知道。太好了，我就算是豁出这条命，也会帮你拿下凤凰血的。毕竟转运处就在他体内，他要是死，我还得给他陪葬。这个女人为了我竟然连命也没了，她就真的这么爱我？今天务必弄到凤凰血，这样厉景渊为了活命就不得不跟你结婚。等你的八字克死，厉家所有的财产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你放心，今天这凤凰血我势在必得。奇怪，这个男人身上怎么会传出气息的？干嘛呀？别他那么急，是想坐他腿上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个男人你认识吗？他叫厉承浩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怎么，你看上他？我奉劝你一句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离他远一点。我没有啊，我发誓。妈咪，这是朝三暮四的四。哦，妈咪没事的，这个挨个很正常。他说百度都要快死了，提前早被带也是应该的。小西瓜，慢一点！这哪来的死狗？江瑶瑶，你越狱了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可是厉爷爷认准的孙媳妇。倒是你这个狗东西，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的？小葡萄，刚刚好像有狗在叫，你听到没？我家小白菜超乖的，都没叫呢。那是谁在叫？我是狗，我可没说啊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……你对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话都说不利索，一定是饿了吧？走吧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凤凰写实拍卖大会的拍卖现场。现在开始拍卖今晚的藏品——凤凰写实。听说是由凤凰之血幻化而成，可就价值连城了。可是传闻中世间不是只剩下最后1块凤凰血了吗？为什么台上会有5个盒子？没错，
台下这5个盒子里，只有1个是真正的凤凰血石，每个盒子起拍价1个亿，价高者得。想要拿下这乾坤镜，就必须得让凤凰血提前认出。我得往厉景渊把这凤凰血拿下。江湖救急，鉴明一下。一时就散。经理，你这个贱人，大庭广众之下你勾引别人老公！当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刚高在那踢了10万狗粮，你没看到？真的？你给我闭嘴！景渊哥哥，是爷爷把我保释出来的，他觉得过意不去，还给了我一张价值10亿元的至尊黑卡，他让我在拍卖会上看上什么就拍什么。景渊哥哥，那是不是一会儿不管我看上哪个，都会拍下来送回？你想要哪一个？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玉石，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玉石10个亿，我都要了。1个亿，每块玉石2.5个亿，那可是10个亿啊！除非开出凤凰血，不然就算开出帝王绿，也是血本无归。对于别人而言，或许是血本无归，你可看清楚，这个可是江瑶瑶小姐，她看上的拍品可从来没有失手。听见了没？江离，跟我斗，你还差了点。我没想跟你抢呀，我的意思是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玉石我都不要，我只要5号玉石。你耍我！你自己没听到，怪我的。 5号玉石我要了，5个亿。开口就是5个亿，这除了顶级富豪榜上那几位，谁敢这么干？废话，开口的那位就是金海首富厉景渊。恭喜江瑶瑶小姐拍得1、2、3、4号玉石，恭喜厉景渊先生拍得5号玉石。我选了4块玉石，选中凤凰血的几率一定比江离这个贱人高。锤子给我，我亲自开。 石头，不可能啊！一点儿绿都没有。可是花了10个亿，我的凤凰血一定在这个箱子里面。 10个亿就买了堆破石头，还不完第一人呢。我看他就是个废物草包，一定是这一批玉石被调包了。江离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哎呀，就你这蠢样，难怪你开不出凤凰血。这次的拍卖会上根本就没有凤凰血。要是我开出来的，那我就跪下喊你姑奶奶。 那要是没开出来呢？要是我没开出来的话，那我就像你一样学狗叫，然后再从这里爬出去。那输定哦！不信，那你看清楚。江离，你蠢疯了吧你？你花5个亿开出来一只鸡呀！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呢？你到拍卖会上来买一只鸡，你当这是菜市场啊？什么是只公鸡啊？这是大公鸡！哎，景渊，他浪费了你5个亿，要是被公司股东知道了，肯定会质疑你的，而且会影响到厉氏集团的股份呢。5亿而已，我还赔得起。谁说我们亏了？再说了。 就算它是一只鸡，那也比你花10个亿开出那坨土要紧。完了，你下次被自己贱死的时候，自己的分头堆高一点，免得别人不知道有个蠢货死在里头。还有，你刚刚确实说对了，厉氏的股份会变化，确实，因为未来的一段时间，厉氏的股份会持续涨停。痴人说梦吧你！不信啊？ 天地无极，人坤见不信。
小东西，你想被清蒸、油炸还是做花鸡啊？江离，你亏钱亏蠢了吧你？竟然跟一只公鸡说话！妈咪，我想吃肯德基。我的意思是，他说他想被油炸。OK， 没问题。玉骨飞凤，涅槃重生。嚯！切，故弄玄虚。我想起来了，凤凰血就是凤凰蜕变之际幻化成的一颗玉石，所以开出来的根本不是一只鸡。是拥有无尽神力的九天凤凰。天哪，看来逆世的股价绝对要涨停啊！那怎么办？孙女，愿赌服输，来人！叫了，来。哪能我错了？姐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你赶快带他去开房，还有10分钟，他就要孵化认主了。开房？对呀，就是咕咕咕咕咕，吉福的那种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再支付一下。我现在就去。小西瓜，小骨头，我们快走吧。您刚才那个凤凰鞋还没买单呢。这是厉景渊的卡，记他账上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您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。什么？小西瓜，你我查到了，别人那家放回家，被别人子弹炸倒闭了。怎么？什么？银行被原子弹炸倒闭了？难道是我刚才把厉景渊的气运都用光了？那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怪啊，凤凰血已经到手了。记在厉景渊上就行，明天少打烊。你们是瞎的吗？这竟然干的是小烂账呀！赶紧把他抓起来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江离，你今天让我丢脸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给你条命500万，给我上！一会儿我分头在家里会客。张小姐发话了，给我上！天地无极，死亡剑，给我定！知道中邪，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骚过。自己事情都办不好，还不赶紧给我上！他们拿到凤凰血，所以今天晚上必须得死。我觉得开锁了，我们分头跑，你们小命。小朋友，你吃的这种叫做一香香，不是你的，别慌，我有办法。小白，你看他们，主人，我在我身上，哇哇！来抓我呀！江离，
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天地无极，乾坤架，给我定！啊！天地无极，乾坤架，给我定！妈，把这事下来。臭娘们儿，害老子跳脱衣舞，扒了她的衣服，给我上！等等，法律失效了。这小贱人从小特别可怜，无父无母。一会儿啊，多给他拍点艺术照，以后挂在他坟头上。你敢？安包在我身上。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没事吧？是啊。你们几个废物，再上来！这家伙，再上！我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！有鬼！江瑶瑶，再下次我会这么放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江瑶瑶，你还敢来？不是我，这次真的不是我。鬼宝，走，对。以为得到了凤凰血就能逆天改命，那就别怪我亲自送小人去了。对。但是，一切。李景月，会接我吗？啊？李景月，快接我！上次就是在这里，他拿走了我的转运珠。如果走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不可能啊！法术又失效了。我明明已经和厉景月这么近了呀，他们竟然被下了庇护咒，书记命令根本控制不了他们，非能拿回转运珠。 6年前，我们输了在这个店里。厉景月，会接我吗？李总，我怎么了？让梨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没准我们今晚都渡不过去，你还想要这个？就是快要死了，这更要做呀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上次不是挺会亲的吗？나 지금 여기 왔어 그때가 그리워도 모른 채서라도 생각나 보라 그런 거라서 자꾸 눈에 밟혀서 我竟然碰到了转运珠，怎么取不出来？
하지만 난 너의 밖에서 살 수 없어 내게 너 하나로 물든 시간만이 흘러갈 뿐이야 사랑해요 고마워요 难道是苏西要做全了？小雨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把裤子脱了，快，就一下。一下。你们是真没把老子当人看是吧？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上路！天地无极，抢过去了！他们怎么还不死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枪呢？在这儿呢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想知道？除非你杀了我。还啰嗦？哎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但是让他断子绝孙，自己多赔点钱。别，我说还不行吗？快说！派我们追杀你的是，哎，若是噬魂毒，这种蛊毒只有白虎山才有。白虎山？然后这件事儿跟白虎山有关吗？把他们带走。是。幕后主使到底是谁呀？这些人嘴巴真硬，就不能死之前多说几个字吗？那你呢？你刚才说上次我母亲是哪一次？当然是那次，就是6年前你跟那个女人那个意思。所以你是6月前的那个女人？当然，不是我。你确定？啊，我刚刚掐指一算，不小心看到你之前和一个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、长得特别好看的女人在这里吻得难舍难分。梦境中的你超级会心，所以我想试试。不知道小葡萄他们有没有睡着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厉总，我们在那4个杀手身上没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知道了。这是江离的头发，这女人的小嘴儿小美老试过，把它拿去跟小西瓜的进行 DNA 对比。是。妈咪，小西瓜，小葡萄，小皮，妈咪，刚才真是太惊险了。是啊。妈咪，嘴怎么肿了？有吗？你嘴巴也红红的。啊？好啊，你们居然背着我们在外面。啊？对，刚才你妈咪说她饿了，所以我就带她吃了点好的。还图伸手，自己脸贴金。不是你让我跟他们说，你还是对我小葡萄。哎呀，对，刚刚你们爸比确实带我在外面吃了特别美味的夜宵。已经很晚了，
赶紧洗个凉睡吧。哎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走。小高，你的命节提前了，要是再找不到乾坤镜的话，你就……香莲，你把我想忘了够多了。要是我不过是死命前，小西瓜就拜托给你了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来。乾坤镜到底在哪儿呢？乾坤镜竟然就在白虎山，明天就是白虎山1年一度的争霸赛。如果能得到魁首的话，就能拿到乾坤镜了。想不到，帮妈咪报名争霸赛。好嘞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哼！白虎山来了。照你高价收购凤凰血，你连个不让你没摸到。都怪江离那个贱人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法术。你看，他都把我打成这样了。是江离派出去的人，也是因为任务失败被搞得反噬而亡。看来这个叫江离的还真不简单呢。要是那个贱人真的帮厉景元改命成功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可真就白费了。不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乾坤镜没到手？改名法，白虎山可不是那么好闯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江离啊江离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，快看，这不是蝉联3年格斗冠军的龙哥吗？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龙哥、无极门的赵掌门，还有武林榜上一个个绝顶高手都被横着抬出去了。今年的风云争霸赛，那是一个腥风血雨。走，快走！你说的战况这么激烈了吗？哎，小姑娘，你怎么还往山上走啊？今天上山那不是找死吗？还有谁来挑战？若无人来决战，这乾坤镜就继续为我白虎山所执掌。乾坤镜那可是天地初开时的神器啊，获得它便可以窥探3界，甚至可以逆天改命呀！可是这白虎山的二师兄太厉害了，你看这打了多少人都进 ICU 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这乾坤镜我来。哎，哪儿来的小丫头片子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来这种地方撒野？过来。小娘们细皮嫩肉，我怕待会儿一拳下去把你给打死叫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不然我打哭了，我可不给你买棒棒糖吃哦。没吃饱饭吗你？磨唧唧的，还不开打？哪儿来的干丫头，敢欺负我二师弟？人呢？这儿呢。特意给你挂的1个专家号，记得为我100哦。你不知道我对他们厉害啊！压掉了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下次我再给你挂个牙科号。你们还有谁要来抢乾坤镜吗？一起来！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打不过他一个黄毛丫头？弟兄们，给我往下！这无尽乾坤镜。既然你们都没有来挑战乾坤镜的话，这乾坤镜没有我了。慢着！小西瓜，你妈咪呢？
他说去买火柴给爸之前的什么镜子，他说我们乖乖的家等他回来。这个女人为了抢连命都不要了。好，在家乖乖等爸爸啊。哎，小爸刚刚还在这，去哪儿了？不会他也去找妈咪了？爸比，等等我。这气氛安静，归我了。慢着！是昨晚开发会上的，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转运珠的气息？像就和转运珠不一样。跟我抢乾坤镜，你那他手中拿的是星耀老祖的幽魂剑，只要被剑气所伤，轻则血溅当场，重则魂飞魄散呐！幽魂剑一出，绝无活路，这小丫头必死无疑。切，你这个不是我师傅送猪投胎的幽魂剑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100来送猪投胎，今天小爷我就是来送你投胎。慢着，耍剑我肯定是比不过你，但是武器谁没有呢？我也有，红鹰裂空，送来。红鹰裂空，普天之下唯有离云战神才能换得此物。难道你就是？难道你就是？老子差点以为他就是离云战神，原来是个故弄玄虚的跳梁小丑。看这白虎山的争霸赛，以后就别办了，改建成幼儿园吧，净整一些狂妄无知的低能儿。那就让我来试试你的红鹰裂空。爸比，打死了！你这个耗，竟然跟动物的女人，开快点！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要让所有人给他陪葬。红鹰裂空，他真的是离云战神！我好歹也是叫你爸嫂子，你却对我下死手，忍一时如现增生，戳死你！住手！妈咪救我！闭嘴！小骨头！江离，把你的破东西放下！你要是再敢用你的破妖术，我就杀了他！头发，走。现在可以把他放了吗？才不是很狂吗？还什么离云战神？看我现在就废了！李正浩，杀人是犯法的。再说了，李姐不会放过你的。这里是白虎山，可没这个规矩。签了这生死状，就算你身首异处，也是活该。别替我冤我者，你为什么要？谁让你多管闲事？还想帮厉景元可逆？你这个臭女人，手伸这么长，那就可别怪我了。妈咪，不要打我妈咪！别动！不许抓我妈咪！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敢咬我，我打死你！妈咪！护着他，扒光你的衣服！滚开！哎，滚开！快跑！快跑啊！我要永远和妈咪在一起。小不倒，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？李小丫就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快去找他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厉景元明天就是他的死期，他必死无疑。倒不如先把你娘俩送下去等他，等到了明天，我再把你那个爸爸还有那个弟弟送下去陪你。
去死吧！住手！阿爹，住手！体内的传音珠竟然在护我。2年前的那个女人是你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为了帮我治病，连命都要了。因为我不想让你死，叶景渊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小波他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的，是我的孩子。小不大也是你的女儿，他本来还有一个弟弟，可是我的小宝他已经死了。我们的儿子还明白了，这里是白虎山，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有了这生死状，阿锦，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我看是一个，本来想让你是你自己非得来送死，我也不介意提前把你给送出去。给我把钱！我让谁敢动？既然你说这是白虎山的法律，那我就用这法律送你出殡。啊！名字变了，这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说呢？现在还有人要跟我抢了1000块钱吗？下回就需要缝合血才会出血，要不然现在就把你要回银行里。叶成浩，邂逅之力，情愿死定的人是你。叶成浩，你我好歹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说为什么？我叶成浩生来就是你的应份，所有人都说我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私生子。我也是厉家的儿子，凭什么？卑微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。是你自甘堕落，坏事做尽，为了一己私欲，跟白虎山这帮穷凶极恶人勾结在一起。就算历史集团交在你手上，也会功亏一篑。别自以为是了。自以为是的人是你，李成浩。告诉你，把你变成私生子的人是这个景元。像你们这种心术不正、心理扭曲的垃圾，只会浪费地球的资源。现在就送你去投胎！不要，不要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这。只有我才可以替李靖改命。江瑶瑶，你干什么？江瑶瑶，干什么？只差一步我就成功了。景渊，你不要被这个狐狸精给骗了，说不定这乾坤镜也是他的妖术。你才是夫妻啊！你只要娶了我，你的命劫自然就消失了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娶你。可是现在只有我能救你了呀！那可不一定，不是还有一把幽魂剑吗？只要我用这把幽魂剑把你斩杀，被你偷走的命格就把它换回来。原本我想让你走得安详一点，只可惜，只要被这幽魂剑斩杀，你将永世不得投胎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江瑶瑶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杀了我，厉景琰也会死。
说什么？多亏了你的转运之物，让我和他气运相连。只可惜我和这幽魂剑签订了血契，只要他死了，就凭这幽魂剑的一缕残魂，我就能置死地而后生。可若我死了，他也别想活。可若我死了，他也别想活。景渊，为了杀死我，你可是费尽了心思。只不过，这不是只有生和死两种选择。你什么意思？来人，把他给我送进精神病院，24小时轮流给他治病，将来在精神病院长命百岁，生不如死。带走。是。不，李景元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我不是。妈咪，爸比对待坏人好凶哦，以后会不会家暴我们？爸比这是什么颜色？但是如果哪天赶走妈咪，那我们就不要他了。以后我们就一家3口带着他这一生好好过日子。臭小子，你怎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？不过他就是你的真妈咪，叫你妈是应该。妈咪，你说什么？我是小西瓜的妈咪？不可能啊！他不是江瑶瑶的孩子吗？我只跟一个女人有过孩子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说，为什么抢江离的孩子？来骗我！说，我没有，景渊，小西瓜真的是我的孩子。胡说八道！小西瓜真的是我的孩子，江离的孩子他早就死了。我知道你现在被这狐狸精迷了心智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跟我结婚之后，我不介意你把他当小的养在外面。可是小西瓜真的是我10月怀的生下来的孩子，不能接受他怪这个贱人家暴。我不要再做妈咪，我要妈咪。你放开他！你没看我已经很难受了吗？儿子不用你管。我要妈咪。既然你被这狐狸精迷了心窍，现在就带小西瓜回家。不许带走小西瓜呀！慢着，小西瓜，别到中饭，检测报告出来了。今天早上就出来了，但我光顾着来了白虎山，我给忘了。看清楚了，小西瓜是我跟江离的孩子。可能这鉴定结果一定是假的。鉴定有可能是假的，但人的记忆是不会变的。我从来不喜欢窥探别人隐私，这次要破地。想干什么？刘姐，乾坤借法。告诉江离那个贱人，这小金种已经死了，让他带着那个赔钱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是。小西瓜知道错了。是吧你？要是看你有用，我说我这叫轻死的讲话，不许哭，这老规矩。今天的事情，你不许告诉厉景元。我不告诉爸比。不许哭。江瑶瑶，江瑶瑶，还真是求大不了。小西瓜会变成这样，不是你害的，那把我给景元下药，是你非爬上他的床后吓一跳。切，给我下药的人是你，江瑶瑶，你好歹毒的心啊！让我们一家分开，他们母子分离，还有你就在肆无忌惮的虐待小西瓜。景元，你听我说，你们这事留给警察说吧。带走。是。对不起，小西瓜，都怪妈咪，是妈咪没有照顾好你。不会，妈咪，你已经回到我身边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我保证，哦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家4口终于团聚了。走，我回家。回家了。我干嘛？景元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跟那个贱人明天都得死。其实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的，他就是为了你体内的一颗转运珠接近你的，他只是为了活命。说，那个转运珠，他明天就会死的。
你现在想换回命格，只能娶我。只要你我成婚，他的转运珠就会回到他体内，而他也就不用死。小西瓜，多吃点菜才能快快长大。我不要长大，我要永远当妈妈的宝贝。永远。如果厉景元改不了命劫，我的孩子可就真成孤儿了。爸比，怎么了？是明姐，如果在明天这种事情不能改变的话，你会死的。爸比，我不要你有事。按照江瑶瑶的八字，就你，厉景元，你只有娶江瑶瑶，才能活下去。你想我娶她？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我在期待什么？他从未信任过我，只有我娶了江瑶瑶，他才能活下来。小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来的。去妈妈哪里去了？厉景元，是我的希望。我听爸比妈咪的意思是，只有这个坏女人的八字才能让爸比活下来。有没有可能，那个坏女人不止偷了我当她儿子，就连这个八字也是偷妈咪的？所以，只要确认了妈咪的身份，她就能嫁给爸比，爸比妈咪都不会死了。别当务之急就是和爸比一样，将江家和妈咪的 DNA 包在我身上。小白。小白是江家把这个老头的牙刷偷出来，它只是一条狗，你确定还能像这种上面的计时？放心吧，我平时的功课都是小白帮我做的，他的水平足够考清华北大的啦。就在明天中午，就能知道妈咪是不是江家千金。接下来，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身边的这位男士？无论他贫穷或是富有，都愿与他相伴一生，不离不弃。我愿意。那新郎，你是否？江离，我这一生唯一想娶的，只有你。明明他娶了江瑶瑶就能活下来，为什么我会那么难受？新郎，新郎，我不同意。你俩别胡闹！想要你们的爸比活命，他今天必须得娶江瑶瑶。我们没有胡闹，那江瑶瑶就是个冒牌货，她偷走小西瓜，还弄出你江家千金的身份。这世上能给我爸比续命的人只有你。这个世上有4个跟我爸比结婚的，只有妈咪、江离。不信你看。景月，一过12点你就会死，你一死，江离也得死。快，赶紧的，继续啊！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这世上除了那贱人外，你跟任何人结婚都会因八字相克断气生人，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继承你的财产，和你弟弟在一起。厉景元，你愿意换个新娘吗？江离，今天可是江家跟厉家的婚礼，你要是再敢得寸进尺，小心我对你……你还知道今天是江家的婚礼？那你真的是江家的千金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才是江家的千金，我江离才是江家的亲生女儿。爸，他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垃圾，我与景渊不止，
现在还要来冒认我江家亲戚的身份。老公，这女孩的眉眼和你好像，难道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？他这种人为了冒认身份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们看，我身上的伤，就是他前2天派人打的。爸妈，我你不要叫我妈，我只有瑶瑶一个女儿啊！你看看，你前2天给打人，我还没找你算账了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他爱的那是他咎由自取，他之前想害死我，我不会就这以其人之道还他前世身罢了。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以牙还牙，把我女儿身上的伤100倍、1000倍，我还给你。来，江总，你在生意场上杀伐，明察秋毫，在亲情上你怎么那么愚蠢？连谁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都看不出来吗？你小瞧你了啊！我还不知道一个丽姐要惯什么逼会打我，先让她替你出头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江瑶瑶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那我想请问，这是什么？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的。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昨天就是拿了一份假的鉴定报告调查我儿子，今天又故技重施，想搅动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不是。一片胡言！小西瓜是谁的儿子？这些天来你做出一件件一桩桩破事，需要我替你好回忆回忆。景渊，你这么了解张宇，他从小在孤儿院就爱偷我东西，而且有一个爱赌博家暴的劳改犯爸爸，终于记录我。一直以来有这么好的家世，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他就是想抢走我的一切，真是可笑了，江瑶瑶。7天前，你还当着厉启明的面说你根本就不认识我，怎么？现在想起孤儿院的往事？够了！你跟囚犯像当孩子，今天没资格在这撒野。慧喜，带动女儿现场。听见没？我爸还不滚呢！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让你滚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不是一直觉得劳改犯的女儿底子肮脏吗？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，谁才是劳改犯的女儿。你不会又像昨天一样，我用的儿子在。江瑶瑶，江瑶瑶，老子真的养你啊！你是为了做富豪千金，让老子只能够拎回家。你知不知道那些年老子风都比苏啊，连裤衩子都没有了。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，那老子打了你这人不去的吗？他说老子就和你要找他媳妇，我这要是生活费呀！你反正就把我送到牢里去了，老子直接被打死你们吧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让你再打我。住手！你都听到了吧？他在喊劳改犯叫爸爸呢。瑶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不是的啊！那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父亲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把我捡回来之后，咱们家的运气就变好了，我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是的，我想瑶瑶是，就算是没有血缘关系，在我心里，他跟亲生的没有什么两样。把这给我带走！那老子打自己女儿，你谁来动我先生的？给他松开！你说你今天捣什么乱呢？你这从小就不在心啊！谁和你在一起他都倒霉。要不然你妈把你丢在孤儿院，我们江家早就白没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是你们把我丢到了孤儿院？不是的，当时妈妈也没有办法，后来你事业有所进展，就立刻把你抱回来了。只是当时抱错了人。好了，够了，这就是命。
是我的瑶瑶曾望江家，当时你从小跟这个赌徒，你的骨头臭了吧？我江海不会是你真人，做女儿，不会是你真人，做女儿。反正你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的不爱，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他江瑶瑶的八字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这是去年的八字，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好，我听你们这句话够了。丫头都不要我，你要不要我？要。你这扫把星，你欺负了瑶瑶，谁都恬不知耻的抢她老公。江总，我想要娶的是您八字之阴的女人，而不是这个莫为夫。而江离才是我想要娶的女人。李景元的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江离，我倒是看你的能耐啊！我服了。这样，你把景元让给瑶瑶，我认你做干女儿，再在江氏公司给你安排月薪5000的徒儿，养你到老，那行了吧？你给我的这个福气，我无福消受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们江家的幸运是那江瑶瑶给的吧？是我，是师尊把我捡回来，给我转运珠，你们借了我的契约，你们江家才可以像现在这样如日中天。你猜，如果没有了我，你那小破公司还能看得出来5000块钱租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我之间本就缘分稀薄，不如今天我们就此做个了断。这一拜，感谢你们生我一场。这一拜，你我之间的情分从此了断。你让人不要跪了，别把他理解成你们不要跪了，我就舍弃了你们。这一拜，你我之间恩断义绝，再无任何关系。你这个妓女啊，为了我江家，你怎么活下去呀？我劝你，还是担心自己吧。江总，不好了！刚刚海上突发10级飓风，我们跨国邮轮上价值3亿美金的货全沉没了。不好了，人家凑巧罢了，3亿美金还赔得起。我江家历史有法家的。江总，不好了！这个中东突然爆发战争，我们旗下的百亿油田全没了！完了！现在所有的合作商都要和我们推单，我们要赔偿的违约金高达100亿。江氏集团彻底崩了！我公司，我公司，把我娶回这公司去吧，赔个心愿。他不能就这么没了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江氏人。你叫什么？你认错人了。
我不是你的女儿，你要找就去找江瑶，要你用。别吵，这都是你害的！我后悔攀上了上当，你这就是就应该跟着你的酒渣在包里的死逼！妈呀！不要叫了！钱我在哪里？这份钱我给我放了！不要，等我打死了！你就去死吧！李景元，我给你算个命吧。好。本小姐刚刚掐指一算，算出来你命里缺我，你要不要？두 눈을 감아도 잊지你们在吃夜宵吗？你们在吃夜宵吗？求婚连戒指都没给我，这万金。这是我毕竟买来的9个9个带货，怎么配得上我的亲亲妈咪呢？10克拉钻戒在这里哦，用爸比的名字赊账的，所以妈咪戴了也不会有事哦。爸比还有1分钟就到12点了。就算现在是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也想不永远告诉你，我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你的命在消失了。江离，你让我变成什么？不要找我！别从哪里下来形容你个贱人，你死定了！妈咪。小莲，小莲，对不起，了解这里的难受。医生，医生，没有的，无法期。李景元，我家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你？姐，你拿走我转运出的时候，让我那么倒霉，我恨极了你。可后来，我才发现，遇见你，这是我最幸福的事。李景元，我喜欢你。没事，我没事，你有没有办法的？行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转运珠，我记得师尊说过，转运珠聚集了天地灵气，可以帮宿主阻挡灾祸。只要妈咪能拿走转运珠，她就能活下来。为什么是我？只是想让他死得更轻松点，反正没有了转运珠，只会死得更痛。对，我明明已经转运了，为什么转运珠没有回到他体内？因为你就是他的转运珠，只要他爱上了，他的转运珠就会和你融合在一起。只有你死了，就可以保佑李景元，我就不相信你会为了这个贱人。我呀，李景元。
就算有一万分之一的机会，只要能救你，让我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别哭，我会心疼的。我会为你着想。爸比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小西瓜，快给我找纸和笔！你要纸笔干什么？师尊说过，地府的人都用上 F100了，我也要做一个，联系师尊，让他上来救爸比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师尊，你如果没投胎的话，赶紧显灵吧，小葡萄想见你，能行吗？师尊，小葡萄，这把马上就要糊涂了，这个精人你把我叫上来干什么呀？师尊，我爸比死了，我不要爸比死，我不要爸比死，救救爸比吧！小杨，李小杨，他为了你已经灰飞烟灭，恐难再入轮回路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吗？我求你了。此珠为祈愿珠，世间仅此一颗，祈愿者需要用每日的鲜血来滋养它。若哪日你见到金光，你的愿望便会成真。但是你要想好，这或许会用上你1年、10年，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等一个。不管等多久，只要能等到他，我都愿意等。已经1年了，厉请愿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Never gone my way, and I will someday, never far away. 香梨，好久不见。 내 맘과 같지 않아서 결국 놓아버렸던 그때 그날 우리의 밤이 다르고 你终于回来了，不要你再离开我。 네 이름을 부르면 다시 선명해지나 봐. 아무 말 없이 내게서 퍼져만 가는 게 아무래도 이래